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你是否喜欢投资美国的科技股 ETF？ 你想靠它的高成长加快累积你的退休金，提早实现财富自由？那你一定要注意，同样是投资美国科技股的 ETF， 有人可以比你多赚几百万哦，就因为他有把税跟成本给算进去。今天我要教你一种更省钱、更聪明的方式去投资美国科技股 ETF。我们不只可以抓住 AI、云端、半导体的成长红利，还能少缴税多赚钱哦！我全都要。那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美国的科技股大盘。当我们提到美国的科技股大盘，通常都是指纳斯达克100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主要是追踪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其中的100档非金融类的股票。那这个成分股呢，就包含了非常多著名的科技股巨头，像是苹果公司、微软、NVIDIA 还有特斯拉。那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它是成立于1985年，那它的长期报酬呢是非常的亮眼，近10年的年均报酬率呢是高达了 20% 哦。那年均报酬率 20% 相当于你投资100万，那第2年呢，你就可以得到120万，那第3年你就会有144万，那第10年就会来到516万，第30年呢更是可以来到19700万哦。但我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讲，过去的报酬不代表是未来的，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不能预期纳斯达克100指数未来一定能拿到这么高的报酬哦。那如果你想要投资纳斯达克100指数，今天我就会跟你介绍6档 ETF， 那你可以低成本的去参与美国科技股的成长红利哦。那我们要如何获得美国科技股大盘纳斯达克100指数的绩效呢？那我们最常见的投资方式就是直接去投资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ETF 或者是基金。那这些 ETF 以及这些基金，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尽可能的复制指数的表现。但是你觉得我们能拿到100%的指数的绩效吗？那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持有的这些基金还有 ETF， 它们都是有管理费用的，而且这些基金的成分股配发股息的时候呢，也是会被扣一些股息税。那这些隐形支出都会默默的吃掉我们的报酬，所以呢，我们是很难获得100%的指数的绩效。不过呢，我们可以想办法将这些影响给降到最低。那以下3个方法可以将这些影响给降到最低。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节税结构的 ETF， 它可以做到税务递延、延迟缴税的功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挑选低费用率的 ETF， 低费用率的 ETF 它长期可以为我们省下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费用。那第3个就是善用税务国家上市的 ETF， 那这些 ETF 它可以减少美国的股息税，甚至免缴美国的遗产税哦。那我们选择上面这3种 ETF 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中间所产生的成本损耗哦。好，那么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ETF 有哪些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3种类型的 ETF， 第一种就是最方便的，也就是台湾的 ETF， 那第2种就是最知名的美国的 ETF， 以及第3种最省税的爱尔兰的 ETF。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表格。好，那我们先看第一列，那第一列的话呢，就是这些基金、这些 ETF 它们的名称。再来的话呢，第2列就是他们的上市日期，那再来就是他们的基金注册地以及他们的股票代号。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2栏是我们台湾的 ETF， 分别是富邦的纳斯达克 ETF 以及中信的纳斯达克 ETF。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美国的 ETF， 也就是 QQQ， 最著名的一档 ETF。 那右边这3个呢，都是属于爱尔兰的 ETF。 那这些 ETF 当中历史最久远的 ETF 呢，就是美国的这一档 QQQ， 它在1993年的3月10号就已经挂牌上市了，成立至今也超过30年的时间咯。那这边还要提到2档爱尔兰的 ETF， 分别是 EQAC 跟 EQQQ。 那这2档 ETF 呢，他们的基金的母体呢是相同的基金，所以呢他们的规模是一样的，差别就在于左边这档 ETF 呢，它是属于一档累积型的 ETF， 就是它完全不会配发股息，它的股息呢是直接纳入基金的净值当中。那右边这一档的话呢，它是属于配息型的 ETF。 那这2档 ETF 它们主要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股息是否会配发。那这几档 ETF 它们的证券交易所在哪里呢？那我们台湾的这2档 ETF 当然就是在我们的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就可以交易到了。你基本上只要能在台湾去购买股票，那你也可以买到这2档 ETF。 那 QQQ 这档 ETF 呢，它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那其他这3档爱尔兰的 ETF 他们的证券交易所也不一样哦，像我们爱尔兰的 EQAC 这档 ETF 它是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交易的，那其他2档 ETF 则是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哦。那瑞士证券交易所跟伦敦证券交易所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会觉得好像很难交易，
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像是你使用我们台湾的一些副委托，其实也有这些商品可以进行购买，或者像是我自己有在使用的 IB 银透证券，除了可以交易美股之外呢，也可以交易我们这些 ETF 哦。那主要是因为 IB 银透证券它可以交易全球超过160个交易市场的股票、期权或者是债券哦，所以我自己也是使用 IB 银透证券购买这些 ETF。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6档 ETF 他们的股票价格，那最便宜的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 ETF 中信纳斯达克 ETF 009800，只要 9.8 块台币就可以购买了。那再来就是富邦的纳斯达克 ETF 00662，它只要100块钱台币以内就可以购买到了。那最贵的一档 ETF 就是爱尔兰的这一档 ETF CNX1，它的股票价格是来到了1004块英镑哦。那这边大家不用担心，美国跟爱尔兰的这几档 ETF 他们的股票价格这么的贵，买不起。那其实你只要选对券商就可以使用零股交易，那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的钱去购买一股。像是我自己有在使用的 IB 银透证券，就可以使用 0.01 股来进行购买哦。好，那这几档 ETF 基金规模表现最优异的就是 QQQ 这一档美国的 ETF， 它的基金规模是来到了3636亿美元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前10档 ETF 哦。那爱尔兰这几档 ETF 呢，他们的规模也有来到150亿到200亿美元之间。那我们台湾的这2档 ETF 他们的规模就小上非常的多，好像是009800，它的规模只有 1.2 亿美元哦。那再来就是股息配发方面，那股息配发呢主要有分为2种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累积型跟配息型。那累积型的 ETF 就是这档 ETF 它完全不会配发股息，它会将这些 ETF 的成分股拿到的股息呢直接纳入基金的净值当中，也就是直接让我们这些股息呢再投资，进行一个复利成长哦。那基金的股价会跟着净值走，所以呢当基金的净值上升，那股价自然就会上升了。那配息型的 ETF 就是大家最熟知的，就是 ETF 的成分股配发股息的时候呢， ETF 就会将这些股息集中起来，定期的配发给投资人哦。那我们看到这6档 ETF 有3档 ETF 是属于累积型的 ETF， 分别是我们的富邦纳斯达克 ETF 00662，以及爱尔兰的 ETF EQAC 跟 CNX1。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要如何的完美的去复制指数的表现。那主要有几个重点哦。第一个重点就是汇率，因为我们自己所追踪的这个指数纳斯达克100指数呢，它的本身是属于美元计价的指数，所以如果你想要最大幅度的去减少汇率对你的绩效的影响的话，那最佳的做法就是直接去投资美元计价的 ETF。那我们台湾的这2档 ETF 就是属于台币计价的，都是 NTD。那另外2档 ETF 像是 QQQ 跟 EQAC， 他们就是属于美元计价的 ETF。那剩下的这2档 EQQQ 跟 CNX1， 他们则是属于英镑计价的哦。那再来第2个重点就是内扣费用。那内扣费用就是基金的管理费还有他们的营运成本。那这个成本如果越低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拿到最多的报酬。那内扣费用方面最低的就是 QQQ 这档 ETF， 它只有 0.2%。那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富邦纳斯达克 ETF 00662， 它的内扣费用率呢是来到了 0.51%。那009800呢，因为它是在2025年才挂牌上市的，所以呢它的内扣费用率呢是还没有完整，我这边就没有列出来。那爱尔兰的这3档 ETF 他们的内扣费用大概都是落在 0.3% 左右，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内扣费用最低的就是 QQQ 这一档 ETF。 那我们持有基金的成本当然不只有内扣费用，还有一个大家常常会忽略的，那就是美股的股息税。那美股股息税不管是我们台湾的这2档 ETF 00662或者是009800，以及美国的这档 ETF QQQ， 全部都要缴交 30% 的美股的股息预扣税。那这边大家不要觉得说台湾的这2档 ETF 如果都完全没有配息的话呢，就不用缴交美股的股息预扣税，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美股的股息预扣税在这些好像是我们00662这些基金他们的成分股在配发股息的当下，就会被美国政府扣走 30% 的股息预扣税，那剩下的 70% 才会被我们基金公司给拿到。那我们基金公司拿到之后呢，才会将这些股息给配出来，或者是呢放在我们的基金净值当中。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台湾的00662没有配发股息啊，所以呢就不会被美国预扣 30% 的股息预扣税哦，这个是会被扣的哦。那 QQQ 这档 ETF 在它的成分股配发股息的时候呢，是不会被美国政府扣 30% 的股息预扣税，只不过呢 QQQ 拿到股息之后呢，
他要把它配给投资人的时候呢，就会被美国政府扣 30% 的股息预扣税，所以呢，它的股息预扣税也是 30% 哦。那爱尔兰的这几档 ETF， 因为爱尔兰与美国是有租税协定的，所以爱尔兰的这些 ETF， 他们的成分股，也就是美国公司在配发股息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只会预扣 15% 的股息预扣税。然后爱尔兰的税法是表示，海外的投资人，就是非爱尔兰居民的投资人去投资爱尔兰的基金是不用缴交预扣税的。所以呢，我们台湾投资人如果去投资爱尔兰基金，爱尔兰的 ETF 配发多少，我们就可以拿到多少。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为什么爱尔兰的 ETF 它的预扣税只有 15%， 到底要怎么计算，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那我教大家股息预扣税它的运算方式，为什么爱尔兰的 ETF 可以这么的省税哦。那爱尔兰这3档 ETF 他们的股息预扣税全部都是 15%， 所以在股息预扣税方面的话呢，爱尔兰的 ETF 就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几档 ETF 他们的内扣费用跟他们的股息预扣税是多少，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依此计算我们持有这些 ETF 我们应该要付出多少的成本。那我们先来看 QQQ 这档 ETF 它的历年殖利率。那 QQQ 这档 ETF 它在过去10年的殖利率大概是落在 0.5% 到 1% 之间，所以我们可以假设纳斯达克100指数它在过去10年它的平均的殖利率大概是 0.7%。 那我们把这个 0.7% 给记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计算我们这几档 ETF 他们的持有成本。那我们这边举例的3档 ETF 分别是台湾的00662跟美国的 QQQ 以及爱尔兰的 EQAC。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湾的这档 ETF 00662，它的基金费用率是 0.51% 嘛，那美国的则是 0.2%， 那爱尔兰的则是 0.3%。 那我们刚刚有估算纳斯达克100指数它的殖利率大概是 0.7%， 所以我们台湾的这档 ETF 就是 0.7% 再去乘上 30%， 也就是 0.21%。 那美国的这档 ETF 也是 0.7% 再去乘上 30%， 也就是 0.21%。爱尔兰这档 ETF 就不一样了，它是 0.7% 再去乘上 15%， 也就等于 0.1% 左右。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统计出来，台湾的这一档 ETF 它的费用率再去加上他们的股息扣掉的，总共大概是 0.72%。 那美国的这档 ETF 呢，则是 0.41%， 那爱尔兰的这档 ETF 呢，则是 0.4%。 所以呢，我们这3档 ETF 他们的持有成本最贵的就是我们的台湾的这档 ETF。 那爱尔兰的这档 ETF 虽然它的一个股息预扣税是比较少的，不过它的基金管理费用相对于 QQQ 来讲它是更贵的，它是 0.3%。 所以这样算起来，爱尔兰的这档 ETF 它的持有成本并没有比美国的这档 ETF 低上多少哦。不过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爱尔兰的这档 ETF 它的税务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殖利率如果越高的话呢，它是越明显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它在过去10年它已经上涨了非常的多，所以呢它会使得它的殖利率就明显的下降。如果纳斯达克100指数它的殖利率未来来到 2% 以上的话，那爱尔兰的 ETF 它的节税的功能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哦。好，那我讲到这边一定有人会说Kevin 这一些内扣费用这些交易成本这么少，有差吗？我有必要为了这么0点几%的交易成本就去买爱尔兰的 ETF 或者是美国的 ETF 吗？我这边就直接计算给大家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就是以纳斯达克指数年均报酬率 12% 来进行一个回测。那为什么是 12% 呢？因为纳斯达克100指数如果你投资过去25年的话呢，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 12% 左右，所以我们就依此来进行一个基准来回测。那蓝线的话就是纳斯达克100指数，那红线的话呢就是年度成本呢是 0.4% 的 ETF， 就像是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 QQQ 跟 EQAC。 那绿线的话呢就是年度成本 0.4% 的 ETF， 像是我们台湾的00662。那除此之间这3档 ETF 全部都是100万。那我们投资20年绩效会是多少呢？投资20年之后呢，纳斯达克100指数它会来到861万，那年度成本 0.4% 的 ETF 呢，它则是来到了806万，那年度成本 0.7% 的 ETF 则是来到了765万。你有没有发现到一点点的年度成本0.7% 的年度成本20年就会相差100万。那如果我们投资到40年呢？40年之后呢，纳斯达克100指数它会从100万成长到8308万，那 0.4% 年度成本的则会成长到7226万，那 0.7% 的年度成本的它只有6506万，它整整比指数少赚了1800万哦。它的绩效只有指数的77%啊。
那年度成本 0.4% 的当然也是少了非常的多，但是它至少也还有 86% 的指数的绩效啊。所以啊，难怪连指数教父约翰伯格都在说，我们在投资指数型的 ETF 的时候呢，要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的摩擦成本就像是一些内扣费用跟股息税，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获得最优异的绩效。好，那要完美复制指数表现的第4个重点就是海外所得税。那我们台湾人去投资海外的基金赚到的钱啊，都要列入我们台湾的海外所得，并入我们的台湾的基本所得额当中。那在我们的台湾的税法上，股息的话呢，就是以实际入账的日期作为课税的年度。那资本利得的话呢，就是以卖出股票的交割日期列入我们的课税的年度。那大家从这边就可以发现到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股息的话呢，它是每年都会固定的配给你，你就算不想要基金公司还是会配给你。那它只要配给你，你就要列入当年的海外所得。但是如果是资本利得的话呢，你只要投资了你没有卖出，你没有实现损益，那你就完全不用列入海外所得。从这边就可以发现到，以资本利得的方式呢，去赚取海外收入，是可以做到税务递延的功能哦。那这边有个重点一定要提醒大家，那就是你股息所赚到的钱，跟你资本利得所做出来的亏损，这两个可以互相折抵吗？答案是不行的。那我们可以看这一则公告，那主要就是因为海外所得呢，它有分为非常多种的类型，像是股票以及股利收入呢，它就是归类在第1项的盈利所得。那债券的利息收入的话呢，则是归类在第4项的利息所得。那像是我们做的那些股票的价差所产生的损益，它则是归类在第7项的财产交易所得。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纳税义务人不得将海外财产交易损失与不同类别之海外所得，好像是盈利所得跟利息所得进行互相折抵。那这是我们台湾的财政部国税局网站所公告出来的，所以他这边就讲得非常的明显的，你不要想说你今年赚了很多利息，然后呢你自己那个价差亏很多，你想要互相折抵这是没有办法的哦。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去投资美国的这档 ETF QQQ， 它的股息呢一年配发100万给你，结果呢这一档 ETF 它今年股价下跌，让你亏了100万。我想请问你一下，你的海外所得要报多少？答案是要报100万的股息哦。而且呢，因为我们是个人去报税的，所以呢，你这个价差所亏损的100万也不能列入明年的亏损哦。所以如果你是以个人名义去投资这种 ETF 的话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投资这种累积型的 ETF。那我们台湾的这2档 ETF 如果是配息的话呢，他们都是属于海外所得，那他们的价差就是买卖所产生的价差，则是属于我们的国内的所得。那剩下的这4档 ETF 不管是股息还是价差，全部都是属于海外所得哦。好，那最后一个完美复制指数表现的关键就是美国的遗产税。那美国的遗产税不管是非美国人或者是美国人都要缴。You're goddamn right。不过呢，这2种人他们的遗产税的免税额是完全不一样的。以美国人为例，美国人的美国遗产税呢，它的免税额是高达了1399万美元。但是呢，如果是非美国人去持有美国资产，他的美国遗产税只有6万美元。所以说这2者相差就非常的大。谁看哦？那我们台湾人的遗产税的免税额呢是1333万台币。所以如果我们投资人去投资美股 ETF， 像是如果你去投资了 QQQ 这档 ETF， 我相信你到往生的时候呢，你的 QQQ 的价值肯定超过6万美元。那你只要超过6万美元，那你就要缴美国的遗产税。那这个美国的遗产税它是属于一种阶梯式的课税，跟我们台湾的那种综合所得税有点像。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你可以发现到，假设你往生的时候呢，你有100万是投资美国的 QQQ， 那你要缴多少的税呢？答案是34万5800美元的美国遗产税。所以如果我们在投资 ETF 的时候呢，你想要留更多给子孙的话，那你一定要将美国的遗产税给考虑在内。那我们台湾上市的这2档 ETF 00646跟009800，它虽然是投资美股，但是呢这档 ETF 这档基金他们的法律主体是在我们的台湾，所以呢这些 ETF 它并不属于美国的资产，也就是 US Citus， 所以呢它是免征美国的遗产税。
但是呢 QQ 这档 ETF 因为它是在美国上市的 ETF， 所以呢它就是 US Status， 也就是美国的资产，所以 QQ 这档 ETF 是要被课美国的遗产税。那其他3档爱尔兰上市的 ETF， 他们的主体是在爱尔兰注册的，所以呢他们是适用爱尔兰的法律。那爱尔兰的法律呢是针对海外投资人去持有爱尔兰的基金是完全不用缴交遗产税的。所以如果我们投资人去投资这几档爱尔兰的 ETF， 在税务方面在遗产税方面是有非常大的好处哦。那爱尔兰的遗产税它只针对下面2种第一种就是资产本身就是爱尔兰境内的不动产，那第二种就是赠者、被继承者或者是呢受赠者跟继承人呢，他们其中一方是爱尔兰的税务居民。那如果你符合上面这2种条件，那你投资爱尔兰的基金才会被课征爱尔兰的遗产税哦。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美国的遗产税只有一档 ETF 要被课征，那就是 QQQ 这档 ETF。那我们纵观下来，你可以发现到爱尔兰的 ETF 它在税务方面以及交易成本方面其实都有蛮大的优势。那这3档 ETF 我会怎么选择呢？这几档爱尔兰的 ETF 呢，他们有些是属于瑞士交易所的，有些是属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那通常伦敦证券交易所是比较有名，它的交易量呢会比较大，所以如果你在意交易量的话呢，你应该要去选择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那我自己会去选择累积型的 ETF， 而不会去选择配息型的 ETF， 所以呢我会去选择 CNX1。 但是如果你对交易量感觉是还好你是长期投资人的话呢，当然你可以去选择瑞士证券交易所的这档 ETF EQAC， 因为毕竟它是属于美元计价的，那美元计价的话呢就可以更完美的复制指数的表现哦。好，那以上这些表格以及资讯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或者是说呢有其他人想要去投资美国的科技股的话，你可以将这期影片分享给他们，帮助他们以更低成本、更聪明的方式去投资美国的科技股 ETF 哦。那我们前面分享完了，我当然要教大家如何去购买。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去使用台湾的副委托购买这些爱尔兰的 ETF。不过呢，台湾的副委托每一家他们所提供的商品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你自己要购买的时候呢，要去询问一下专员有没有这些 ETF 可以进行购买哦。那另外一种就是使用美股券商，像是 IB 银投证券购买这些 ETF， 因为 IB 银投证券我刚刚有讲过，它可以去投资全世界160个交易市场的股票以及债券，所以呢，我自己都会使用 IB 银投证券进行购买。好，那首先的话呢，如果你要使用 IB 银投证券，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中文交流区，去看我们这些用户使用的经验是如何，再考虑要不要去使用 IB 银投证券。那这个社团是由我创立的，现在成员呢已经超过了7000人。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开户的话呢，也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有教大家如何开户哦。好，那最后这边要跟大家补充，如果你是使用 IB 银投证券去购买瑞士交易所的股票，那它的一个交易佣金是多少呢？那阶梯式的交易佣金就是 0.05%， 就是每一笔交易的 0.05%。不过呢，它有最低交易佣金就是 1.7 块美元。那如果你是交易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然后呢英镑计价的股票或者是 ETF 的话，那你使用阶梯式的方案，它也一样，它的交易佣金就是 0.05%。不过呢，它的最低交易佣金就是1英镑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在 IB 银投证券上面直接去购买我们刚刚介绍的这几档爱尔兰的 ETF。 那要怎么购买呢？很简单，你只要开完 IB 的账户之后呢，你登录进来，然后在上面这边代码或站内搜索这地方，在这地方输入我们的爱尔兰 ETF 的股票代号，好像是如果我们要搜寻 EQAC 这一档 ETF， 那我们将这个股票代号输入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下面这边金融产品它有2档 ETF 都叫 EQAC。 那这2个差在哪里呢？差在后面这边，你有没有看到后面这边的话有一个是 EBS， 另外一个是 BVNE， 然后 ETF， 那这后面就是交易所的简称。那我们这次要购买的这档 EQAC， 我们是要购买瑞士交易所的，所以呢瑞士交易所的简称就是 EBS。 那我们这边就点击上面这个，那我们点击下去之后呢，这边有个股票，那我们就点击这个股票。那如果你刚刚输入的这个代号它是一些债券的代号的话呢，那上面就会出现债券。然后如果是其他的商品，像是期货、期权的话，它就会出现期货或期权。那因为我们刚刚这一档 ETF 它是股票，所以我们就点击股票就可以。那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个画面。那左边这边就是 EQAC 它的一些线图以及它的一些详细的资讯。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价格是 405.35 美元。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就是它的一个股票的名称，然后你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些图示，你把这些图示点击下去，你就看到这个交易所的名称以及它的一个报价，还有一些保证金的要求还有它能不能进行卖空，这边都有一些资讯。好，我们点击叉叉，然后这边有个买入，如果我们要购买的话，我们就点击买入。好，我们点击买入之后呢，我们往下滑，这边的话呢，我们可以输入我们这次要购买的数量。那我们这个 EQAC 可以购买0股。
也就是零税股的部分，就是说你可以买1股以下，所以我们这边假设我们要购买0.1股，那我们就输入0.1，那输入0.1之后，你看到这边它的价格就是$40左右。然后下面的话呢，委托单类型的话，我们就选择限价单，然后价格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便宜一点，好像是我们想要输入400，那就$400。那记得就是，如果你是要零税股交易，就是这种1股以下的交易的话呢，在 IB 银透证券的平台它是有提供的，但是呢，你只能在正常交易时段，也就是说你不能在盘前，或者是盘后，或者是一些夜盘的交易时间，或者在这些时段去进行零税股的交易。所以我们这边有看到常规交易时间以外，这边就要点击否。如果你点击是的话呢，这个订单是无法提交出去的。所以我们这边就点击否，然后按预览。好，我们点击预览之后，你这边就可以看到你这次要花费多少钱。它这边就写说，你总共买了0.1股，大概花费$40。那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如果 IB 银透证券去购买瑞士交易所的股票的话，那它的最低交易佣金，每一笔的最低交易佣金就是$1.7。所以这边可以看到，那这边就会帮你计算出你总共要花多少钱。然后我们这边就点击提交买单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发现到，如果你是用零税股去进行交易，的确是可以交易，但是呢，它的最低交易佣金对你来讲的负担就会变大了。所以说我们在做这种交易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量就是买比较大量的，好像是这边如果你是买个10股的话，那我们再来预览一下。那在这边有没有看到，如果我们买10股的话呢，那我们这次的金额就是$4000，然后它的交易佣金是多少？是2块钱，那相当于是几趴？就是 0.5% 的交易手续费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买这种股票的时候呢，还是要金额比较大一点。这样子的话呢，相对来讲，交易手续费就会比较低哦。那这边还要跟大家科普一下，有人会说，台湾的副委托去买这种英国股票啊，或者是美国股票啊，他都写说，不用交易手续费。其实呢，它并不是没有交易手续费，它会给你比较差的报价。所以说呢，你成交的时候，你用到比较差的报价，其实也是在付手续费。而且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完全不知道了你付出多少的手续费，这才是一个最危险的。No God！那以 Kevin 我自己有在使用 IB 银透证券来购买美债，我有去比较台湾副委托去购买美债，同一档美债的话呢，它的报价差距是会差2%以上。那 IB 银透证券的手续费相对来讲是不是就少了非常的多呢？好，那除了 EQAC 的话呢，我们再示范另外一档，也就是 EQQQ。EQQQ 也是我们另外一档介绍到的爱尔兰 ETF。那你输入进来，你可以发现到 EQQQ 这一档 ETF 就有更多的交易所了。那我们这次要选择的是 LSE ETF， 这个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就是伦敦证券交易所。我们一样把它点击进来，然后点击进来之后，我们这边点击股票。好，我们点击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是英镑计价的。你不要看它价格很像很多，很像是要1股要4万多块钱其实不用它这边的话呢，只要427就可以购买。然后一样，我们这边点击买入，然后我们这边选择1股，然后限价这边的话，我们就复制上面的一个数字，然后我们把它贴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它的1股的价格大概就是427.51块并不是上面所标示的42751块然后下面这边一样这边有个常规交易时间以外这边的话我们记得要把它选择否。那我们这边点击预览。好，预览的话，我们这边就会看到这次的交易的金额。那我们这1股的话就是427.51英镑。然后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它的最低交易佣金就是1英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写1英镑。然后我们这样算起来的话呢，我们这次交易手续费大概就是 0.25% 左右。好，那如果你确认的话，你这边点击提交买单就可以咯。好，那以上就是教大家如何在 IB 银透证券上面直接去购买瑞士交易所的股票，或者是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那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个交易的疑问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IB 银透证券的中文交流区去进行发问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个 QA 的回复。那我最常听到有人说，如果我们买累积型的 ETF， 那它不会产生那种股息，就没有现金流啊，那这样子我们退休的时候要怎么办？那答案很简单累积型的 ETF 呢，虽然它不会直接配息，但你仍然可以透过定期提领的方式呢，自己去创造这个现金流。也就是说呢，我们定期的去将我们的股票给卖出，然后产生这个现金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既能保留税务地联的优势，也能按照我们自己所需，然后来提领我们的生活费。那详细的策略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我都有跟大家分享哦。好，那最后一个 QA 就由你进行回复。如果你手上的资金比较充裕，你会选择哪一档 ETF 进行投资呢？ A. 台湾上市的 ETF， 像是00664或者是009800，因为它便利，虽然它的成本比较高也没有关系。那2就是美国上市的 ETF QQQ， 因为它的流动性比较佳，虽然它有 30% 的美股预扣税，而且有美国的遗产税，不过呢，我不会持有这么久，我只是要短进短出，所以呢，我还是会选择美国的 ETF。那第3个就是爱尔兰上市的 ETF， 因为它第一个它的股息税只有 15%， 那再来就是它如果是累积型的 ETF，
就有税务递延的功能。那第三个就是呢，它还可以避免美国的遗产税。好，那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哇，怎么那么热啊？哇，今天特别热，今天特别热。哇，1亿多哎，1亿。